斌是一个从没接触过手艺的人，在北京做着爆款工业设计师，而他只用了4年时间变身为制作瓷器的手艺人。他的作品提前2年预定还不一定抢得到。这4年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了不起的匠人，我们来认识陶瓷匠人董全斌。我是董全斌。时间就是不断在走，不断在走，你总会拿出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的。其实应该是醒梦如一，一生就这一件事的时候，你不用做计划。来景德镇前，董全斌是工业设计师，他是从没做过瓷器的，从零开始到做出来的茶器要提前2年预定，时间仅仅过了4年。不断的寻根的一个过程，就在于这儿，在于生活本身。周6是赶集日，雕塑瓷厂一方小小空地，满满的都是各式摆摊的人，这就是著名的乐天市集。全是削出来的吗？太棒了，是整木。我的弟弟是景德镇陶院的，他当时跟我说，就乐天特别好，把景德镇就救活了。后来我说啊，有那么好吗？然后我就跟他来，一看确实很厉害。这时候我才决定留在景德镇。决定从大城市搬到一个小城镇，董全斌只用了1个晚上做决定。搬家也很迅速，就是基本把那个工作还有一些事儿交接一下，这全家就搬过来了。那个1块板的窑，我想把它再改小，反正窑房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靠墙有差不多有这么宽吧。搬家到景德镇之后，董全斌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就是在北京做设计是这样，你会接触不同的客户，不同的题材，不同的案子，始终是生活在别人的一个状态下。在这儿你就会发现更自主一点，就是好多东西你能说了算，会活得更本质一点吧。这次董全斌准备做一款喝绿茶的大泡碗，趁着天气好，他和儿子董瑞林一起去山上寻找一些做釉料的泥土和植物。使劲，不要拔它，要保护它那根。好，这可以采好了。好，这分开，你看一排一排的长。我们先采一点，回去做一个实验，看看它烧出来的土是什么颜色。你看这个土是发红的，泥土的味道。景德镇最大的好处就是每一道工序都有合适的师傅可供请教。他比如这个小伙子今年可能是20多30多，他修坯的手艺基本都是10几年20年的手艺，就是你在跟他去探讨或者去聊天的时候，很多东西你就可以学到，这在其他的地方你是完不成这种的。所以留在景德镇也是一个原因之一，就是窑口众多，你可以去鬼市上去淘来很多经典的传统的这些瓷片，你会看到它内部的结构，然后它的胎土，它当时拉坯的状态，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。所以当时会天天摸着那个东西，所以你摸得多了，你就会发现哦，原来这个重量这么重要，它的手感、质感，那个握手的那个尺寸合宜度，原来是对于喝茶是这么有作用的。当时就握着那个瓷片就睡觉嘛，就是第2天醒来手里还是一个瓷片。从零开始很难很难。来到景德镇的第1年，董全斌烧了近200窑，这相当于常人的10年。
在如今的景德镇，从事陶瓷制作的生产厂家多达1000家，算上各种家庭作坊，足有上万。从宋代到元明清，景德镇就是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。因为规模够大，分工细致，制瓷的流程从来都不是秘密。董全斌的器物花纹多跟植物有关，这源自于他对自然的观察。一颗芭蕉的枯椒边，一株蒲公英的稻刺，都让他有所启发。是老齐送给我一个那个芭蕉，然后我们每天喝茶就不断的浇水，然后就看着它从很小的一个，然后长到2层楼还高的那么一个状态。因为是养着它嘛，它会生长。芭蕉叶子枯萎，那个边缘先枯萎的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啊，阳光来了，芭蕉原来那个叶子会垂下来；雨水来了，它的叶子会打开，会张开。你会发现哦，它原来是这么来适应环境。那么你的杯子一定要适应你的嘴唇，适应你的手，适应你的使用，然后它会有所谓的破损呀，会自然的枯萎一部分，你也会觉得很美。董全斌曾经制作过各式各样的组合，每一只都圆润无缺。对自然的感受越深，董全斌越是发现之前追求的所谓完美，其实只是一种执念。他把含铁的釉料放在茶杯口，烧出的杯子有叶子枯焦的感觉，是故意保留的残破。我当时亲手砸嘛，不断的砸，因为都是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。但是你觉得有一个黑点就不好吗？你喝茶有什么影响？没有任何影响，只是你心里在作怪。最开始这一部分作品，有一部分人购买，他就接受不了。啊，不行，你这有问题，怎么不有问题呢？你太黑了。但是慢慢，大家反而啊，那个我想要那个不圆的，我想要那个有黑点的，我想要那个口子敲的最厉害的一只。我就选择日用之器，它跟你关系是最紧密的，就是你的思想，你艺术品的思想的根源来源于这儿，所以最终，我觉得只做这一个东西。做柴烧的刘启义是把董全斌介绍到这个村子的人，现在他们是时不时串门走动的邻居。其实我好奇，就是这个窑烤什么吃的，是真的？烤红薯啊，玉米啊，对，烤玉米，自己做披萨。我觉得最认同的应该是一种独立创作、独立去面对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本身。就比如说，他今天是做陶瓷，他是董全斌；他明天做可能绘画，或者他做别的，或者他做建筑，他还是董全斌。因为其实这是从人往外发散的一个点，他只是现在借托于陶瓷在表达而已。对，我觉得认同他人本身以后，他哪怕是3年不工作，你可能还是觉得他是董全斌。对，时间就是不断在走，你总会拿出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吧。火的脾气并不是每一次都那么一致，即使最有经验的制瓷人，也无法保证自己亲手推入的窑中会有多大的概率得到满意的成品。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炼，12至18个小时的自然冷却。当窑体的温度降至常温时，整个制瓷过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就到来了。董全斌跟他的朋友文瑜约好，去他工作室一同喝茶，
也算是给这只新品开个光。所以我今天新烧了一个泡碗，今天想拿到你这边试一试泡一泡绿茶。好漂亮哎！就是过去那种育幼系列的，所以碗泡就像是一个几个人可以分享的一个大杯绿茶一样。它属于我们闺蜜型。有一次我就自己晚上在这儿烧，结果烧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那个火枪就喷火，就是不是很流畅。当时已经烧到快1000度了吧，我就挺害怕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大概不到10分钟，他人就来了。有这样的朋友就很安心。董全斌的茶器看懂它的好，很简单，好用好喝就是了。对现在的生活，董全斌也很满意，自然而然，简简单单就是了。我们再种点树，再做一个草坪。再来一个足球门，你当什么？我当前锋。我当守门员。你就喜欢当守门员。其实应该是醒梦如一，或者一生就这一件事的时候，你不用做计划，你天天就是白天想的也是这件事情，晚上做梦也是这件事情，或者说是你摘菜其实也是这件事儿，然后去接孩子踢球啊、上学，其实是一件事情。当你把它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不会做计划了，也不会分尺寸了，因为它就是一个事儿，其实那个是最理想或者最简单的。